这对夫妻求子多年，终于迎来了好消息。得知妻子怀孕，男人兴奋到无法自已。可奇怪的是，女人的脸上不仅没有半分喜色，心里还忐忑不安了起来。男人怎样都料不到，妻子怀孕的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女人名叫秦小慧，生下儿子牛牛后，她和丈夫韩晓东一家3口过上了几年普通平静的生活。秦小慧原以为那个难以启齿的秘密会烂在肚里，永远不会被揭开。可没想到这天，一个陌生男人的到来，却将这一切搅得天翻地覆。拦住秦小慧的男人名叫周明庆，自称是周明国的弟弟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秦小慧的脸色顿时煞白，她马上强压住内心的惊恐，谎称对方认错了人，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周明国。不料周明庆随即拿出了一本相册，里面竟然有牛牛的照片。秦小慧瞬间大惊失色，只能跟着周明庆来到路边的咖啡馆里交谈。此时秦小慧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男人身上所隐藏的秘密，竟会彻底摧毁他平静的生活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不觉得牛牛长得特别像我哥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秦小慧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，当即否认自己的儿子和周明国有关系，并急着脱身，可却被周明庆拦了下来。周明庆紧跟着表示，哥哥周明国当年确实伤害了秦小慧，纵使秦小慧不愿提起，可也不能否认牛牛是周明国亲生儿子这个事实，而这也是周明国临终前告诉他的。秦小慧闻言更加震惊了，直言不可能后，第一时间逃离了咖啡店。可在仓皇离去的路上，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却再也无法抑制，一幕幕浮现在秦小慧的脑海中。7年前，秦小慧的丈夫韩晓东被检查出患有不育症，渴望拥有孩子的两人虽然积极配合治疗，可情况却始终看不到好转。韩晓东也渐渐失去了信心，秦小慧只能不停地鼓励着丈夫。此时的韩晓东还不知道，自己苗条俊俏的妻子早被人惦记上了。这天，秦小慧的老板周明国突然让她陪同出席应酬，以便向客户介绍产品，并承诺如果能谈成这笔生意，就给秦小慧升职加薪。秦小慧不敢推辞，最终答应了下来。可没想到当晚，不胜酒力的秦小慧酩酊大醉后，周明国竟然起了歹意，将她带到酒店实施了强暴。突遭此意外，秦小慧瞬间堕入到了冰窟中。看着脖子上的吻痕，她几乎要被痛苦撕裂。秦小慧本想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丈夫韩晓东，可面对丈夫关切的眼神和话语，秦小慧终究还是没能开口。此时的秦小慧怎样都料不到，这个决定竟会成为她人生中的一颗定时炸弹。由于秦小慧无法忍受这种屈辱，她立刻向周明国提出了辞职。但周明国对秦小慧显然还抱有非分之想，试图说服秦小慧保持现有关系，可却遭到了秦小慧的怒斥。得知秦小慧未将昨晚的事告知丈夫后，周明国最终接受了秦小慧的辞呈，但却又提出要按照公司规定，辞职信提交3个月后才能正式离开。秦小慧同意了，可她做梦都想不到，就在这等待的时间里，意外却发生了。不久后，秦小慧开始频繁的恶心呕吐。韩晓东又惊又喜，认为秦小慧是怀孕了，不枉费她吃了那么多的药。可秦小慧却陷入了恐慌之中，她害怕肚子里的孩子是周明国的，于是便极力辩称是最近饮食不规律所致。但在韩晓东的强烈要求下，夫妻俩还是来到医院做了检查，结果显示秦小慧果然怀上了。这下秦小慧再也坐不住了，她再次走进周明国的办公室，要求立刻就要离职。可这却让周明国心里泛起了嘀咕，离3个月期限明明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，为何秦小慧连这几天都等不了？莫非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直到无意中听到女员工之间的谈话，周明国才得知秦小慧已经怀孕。一个巨大的疑惑在他的心中蔓延开来。8个月后，秦小慧顺利产下一子。韩晓东霎时陷入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中，而周明国则调用关系得到了孩子的基因鉴定报告。看着手中的报告书，周明国的脸上露出了复杂万分的表情，而初为人母的秦小慧心里则始终忐忑不安。这天周明国突然来找，更是让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周明国找秦小慧是想谈孩子的事，秦小慧却急于和周明国划清界限，不想因为那天晚上的意外而影响到自己的家庭。我是生了孩子，可是我现在每天都在想，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小东的？放心，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秦小慧担心自己的家庭因此破裂，而周明国此时竟也是同样的想法。他的女儿正在准备高考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不愿女儿被任何事情干扰。周明国很快告诉秦小慧，为了弄清楚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他动用在医院的关系做了亲子鉴定，并将报告交给了秦小慧。
报告书上写的分明，两位被检人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。秦小慧看到后，顿时长舒了一口气，长久以来的疑虑一扫而空。周明国和秦小慧也就此分道扬镳，再无交集。然而造化弄人，7年后的今天，秦小慧竟再次陷入到和当年相同的困境中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周明庆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号码，直接拨通了秦小慧的电话，再次逼秦小慧到咖啡店里见面。这回他竟拿出了另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上面赫然写着周明国是牛牛的亲生父亲。秦小慧顿时傻了眼，当年他亲眼看到了周明国出事的鉴定报告，周明国也承认自己和牛牛没有任何关系，为何周明庆又拿出一份截然不同的报告？面对质问，周明庆这才说出了真相。原来当年周明国为了不影响秦小慧以及自己的家庭，私下里伪造了一份鉴定报告，现在摆在两人面前的才是真的。周明庆随后还拿出了周明国遗嘱的复印件，进一步佐证了报告的真实性。此外，医院现在还保存着周明国的基因样本，随时可以重新做一次基因鉴定。多年来，周明国一直对秦小慧心怀愧疚，也无时不刻不惦记着牛牛这个亲生儿子。后来周明国得了肝癌，临终之际他还给牛牛留下了100万，想让牛牛受到更好的教育，拥有更好的生活。不仅如此，秦小慧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，医疗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，这笔钱可以说是秦小慧的及时雨。周明庆的话在这一刻确实触动了秦小慧的心弦，可秦小慧却不敢再跟周明国有任何牵连。短暂犹豫后，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然而接下来的一个意外，最终还是将秦小慧卷入到漩涡中。由于秦小慧父亲的病情发生恶化，需要尽快动手术，可高昂的手术费却让一家人一筹莫展。挣扎中，秦小慧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她联系上周明庆，收下了那笔100万遗产。哥哥的遗愿得以实现，周明庆向秦小慧表示了由衷的感谢。可拿到钱后，秦小慧却终日坐立难安。这100万遗产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，最后还是丈夫的关爱让她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就在秦小慧渐渐放下心理负担的时候，一个女人的出现却将她的生活彻底推入深渊。这个当街拦住秦小慧的女人，竟是周明国的遗孀赵姐。原来赵姐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秘密遗嘱，怒不可遏的赵姐立马来向秦小慧索要那100万遗产。秦小慧想要换个地方交谈，可赵姐却不依不饶，两人的争吵声很快引来了路人的驻足围观。不巧的是，韩晓东也在围观的人群中。哎呀，我是觉得你老公啊真可怜，他白白替别人养了7年的孽种，还以为是自己的种呢。赵姐的话犹如一道晴天霹雳，让韩晓东彻底陷入了崩溃之中。秦小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韩晓东，只能一个劲的道歉，请求丈夫原谅自己，但这不过是徒劳。韩晓东无法容忍妻子的背叛和隐瞒，更加无法接受自己白白替人养了7年儿子的事实。从这一刻开始，韩晓东突然变了一个人，这个家也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。韩晓东以7年的精神损失为由，恶狠狠地向秦小慧索要100万遗产。秦小慧本不肯答应，但架不住韩晓东的威逼，只能乖乖交出了银行卡。韩晓东这才消停下来，感叹只有钱不会骗人，以后家里的事情他再也不会过问。失去了这100万，秦小慧无力支付父亲的手术费，眼看父亲的生命危在旦夕，心急如焚的秦小慧只能恳求韩晓东能伸出援手。可韩晓东却始终无动于衷，丝毫不在乎岳父的死活。那是我的屈辱钱，是我兢兢业业替别人养儿子的辛苦费。无论秦小慧如何劝说，韩晓东都铁了心不出1分钱。秦小慧没想到丈夫竟如此绝情，夫妻俩的关系也彻底降到了冰点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让秦小慧更加难以接受的事发生了，韩晓东竟用这笔钱偷偷买了辆车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挥金如土，将大把的钱花在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上。这些都让秦小慧怒火中烧，而悲剧的祸根也就此埋下。秦小慧的姐姐东拼西借，总算凑齐了父亲的手术费。为此，她早已掏空了家中的积蓄。姐姐提起几天前，她看见韩晓东买了辆车子，不禁抱怨韩晓东心肠太狠，有买车的钱也不肯替岳父交手术费。秦小慧想解释什么，可姐姐对秦小慧的性格却很了解，知道一定是韩晓东不肯给钱。秦小慧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而当她带着满腔委屈回到家后，竟又震惊地发现韩晓东居然光明正大地将情人带回了家中，而韩晓东则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，对秦小慧的怒火全然不惧。秦小慧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，并打算要回那笔遗产。你不就是想给你爸动手术，才想办法要这笔钱吗？离婚是早就想好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想离婚不可能。
看着韩晓东冷漠的嘴脸，秦小慧的忍耐到达了极限。明着来不行，秦小慧就想着暗取。深夜，她趁韩晓东熟睡之时，偷偷翻查他的随身衣物，并从中找到了银行卡。然而，当他去银行取钱时，却发现密码已经被改过了。秦小慧压抑至今的委屈和不甘骤然爆发，她怒不可遏地叫醒了韩晓东，质问他为何要擅自更改密码。可韩晓东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“防人之心不可无物”，随后又倒头睡去。这一刻，秦小慧彻底失去了理智，她拿起剪刀，慢慢向韩晓东逼近。去找野女人问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韩晓东被锋利的剪刀重伤了要害，更险些成了妻子的刀下亡魂。这起案件中，秦小慧和韩晓东显然都是受害者，可两人对周明国留下的100万遗产却都没有剥夺及使用的权利。秦小慧想替儿子夺回这笔遗产，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，然而他却一错再错，最终做出了极端的行为，不得不面对法律的严惩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